电商大小事带你了解最新电商事，跟你分享5月27号到6月2号的3则电商大事。第一，嘉里大荣再开3个物流中心。嘉里大荣宣布，公司将在汐止、高雄、屏东增加物流中心，显示出电商市场逐渐从价格竞争转向成物流速度的竞争。第二，诚品电商前坑有望逆转胜。诚品生活于股东会上宣布，今年将利用实体店面销售来支持线上业务的成长，并增加线上业务会员的数量。即使在初期亏损的情况之下，通过有效的线下转线上的策略，电商网站的营收也将不断的提高。第三 ，Bump 踢爆网红带单，吸金上千万。有一个 YouTube 网红好棒 ，Bump 发布了一个影片，揭露了多种加密货币诈骗的手法。虽然这个新闻跟电商无关但你自己还是可以看一下，让你自己多一点防备。那喜欢记得订阅加按赞，我是电商 Tony 陈，你以后做电商会用到。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影片我这个节目会跟你分享上周在电商领域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我会挑出3个我觉得重要的新闻，并且跟你分享我对这些新闻的看法，让你轻松掌握电商脉动。那这一集我们讲的是5月27号到6月2号所发生的电商新闻。来，第一个新闻，嘉里大荣再开3个物流中心这很多那个标题叫做嘉里大荣董座快递电商物流需求旺，3物流中心明年全运作简单讲一下就嘉里大荣最近在股东会中宣布，因应消费模式的改变以及电商和快递需求的增加，公司在新北汐止、高雄前镇及屏东增设物流中心，预计在未来2年之内会投入运作。其实那个前镇那个现在就有，现在也是停嘉里大荣的货车嘛，就是那个成功物流中心嘛。我那个超荒凉的呢，以前真没有人来租啊，我还看过有游览车开进去里面夹板的呢，真的超夸张的。好那现在是这样以前电商都在打价格战就便宜这一块你便宜我就比你更便宜那大家杀来杀去斗价钱那现在大家的价格都差不多很难看到哪一间卖的特别便宜。如果谁卖特别，他就是赔钱在做比方说 coupon 这种亏本买卖台币战士我们就不管了所以现在大家要拼差异化嘛，那差异化的话就到货速度像我们上周有讲到，虾皮在拼隔日到货那现在大荣也在盖那个物流中心然后这个酷朋又来了他现在也有自己的配送系统这个标题叫做韩国的媒体韩媒酷朋加码投资台湾，设立海外首家配送子公司为了物流去干一间公司出来这样那也就是说你现在到货速度会越来越快那个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大品牌大通路商都是这样子在布局的。那第二个新闻诚品电商前坑有望逆转胜。简单讲一下这个新闻它标题叫诚品重返北车，吴敏捷报2大盈利转机，电商前坑有望逆转胜，亏损通路有哪些？这很新5月28号的新闻而已。好，简单讲一下，就诚品生活又赔钱嘛即使去年的百货业绩大好，它还是在赔钱那它现在策略就2条，第一，深入实体，会投入更多资源在旗舰店上。它最新的就是那个嘛，新店玉龙城嘛那它现在要重返北车商圈那第2条，增加线上会员的数量让线上的业绩达到全部占比的20%我是这样看这个新闻诚品现在这个打法蛮有趣他说他们线上流量都不是投广告来的，而是透过实体通路来导流，然后他们现在电商的毛利有到20%以上，这个真的是很惊人这已经跟他选品有关系。你看成品的东西又比较贵嘛，对不对？比较文青，比较贵嘛所以它毛利可以拉得比较高那如果他们在这样子导流量拐到线上去做销售的话，就突破了成品营业时间的限制、地域的限制，转亏为盈的机会很高。这有一个很重大的前提来2点，第一个，它毛利比较高，对不对？成品的东西比较贵利润比较好。第二个，它不花广告费它不花广告费，你才有办法嘛不然你要花广告费，毛利又不高的情况之下，你要怎么做优化那它不花广告费，毛利又这么高只要好好的去做调整优化，都可以赚钱
那这个就是有在做 O&O 的优点哦，你就不需要每个月都花大额的广告费，你就认真 cook 你的会员哦，然后搞好会员体验啊，到时候这个会员哦，他就会来照顾你的生意哦。我们都是这样哈，你看这个多舒服啊！第3个新闻 ，Bump 踢爆网红代单吸金上千万哦，这个标题叫做 Bump 踢爆网红代单吸粉丝上千万，创投资教学群哦，这里只教正确观念，预防诈骗哦。就有一个 YouTuber 好棒嘛哦，那他就发布了一个影片，还揭露了多种加密货币诈骗的手法哦。简单讲一下这个新闻，就好棒哦。这个我有看啊，一段时间，他做的是反诈骗哦，他不是要去骗人哦，反诈骗。那其实这个新闻跟电商没关系哦。那我们前几周才刚好讲到说，网红哦去带虚拟货币，现在就有人出片宣导哦。那我就顺便来宣导一下哦。那里面最夸张的案例是被骗了1000万，然后对方还要求他把房子拿去贷款哦来买这个虚拟货币，这真的是很缺德。如果你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影片哦，至少让自己有警惕。这样记住哦，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而且虚拟货币真的是乱七八糟真是乱七八糟哦，你不会那么好运啊！网络随便聊一聊就会遇到要送你钱的财神爷啊，还是努力赚钱会比较实在。虚拟货币他们在割韭菜，就是真的是虚拟货币没有人在赚乘数了，你知道，他们都在赚100倍的倍数，吸不吸引人？超级吸引人啊！我说真的啊，尤其是一些刚毕业工作不久的年轻人们在一夜暴富的心态之下，他很可能就会变成他的韭菜，然后就会被他割。为什么？他看就望房兴叹啊，你要他怎么办？他的薪水也不高，他学历也还好，变成他可能起薪才3万多一点，他就觉得买房子买车子这件事情结不结婚这遥不可及啊。所以当有人跟他说200倍，你投30万你去贷款，然后你去什么，然后他就被洗了那都是骗局比较多嘛。虚拟货币真的是蛮邪恶的东西，我不可否认它在学术上、商业上是有价值的，可是现在看起来都骗局压倒性的多啊！看到虚拟货币，至少在现在闪远一点的那个保全自己财产的几率，还是远远大于你暴赚好几百倍，对吗？就是这样。好，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5月27号到6月2号的3件电商大事。第一，嘉里大荣再开3个物流中心。第二，成品电商的前坑有望逆转胜。第三 ，Bump 踢爆网红代单，虚拟货币吸金上千万讲八卦，我很看好成品非常的看好成品。为什么？因为成品啊，它透过多年来的品牌积累那商圈的营运，它已经累积到了一群铁粉这个还什么成品什么熄灯，不是还去办晚会，还有人哭，对啊。这群铁粉有一个我们电商人员求之不得的优势，这个优势是什么？他们对价格不敏感对价格不敏感，意思是他喜欢他就要买一罐香水夜市150也在卖那成品的香水一罐一小罐1800、2300这样他也在卖那些人就会买，这很难得的，你知道。大家来电商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比价。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学会网络购物的初衷是什么吗？因为这东西在网络买比较便宜。你看现在电商并没有便宜啊。那这些人价格不敏感而且很敢花钱。我不知道文青比较敢花钱，所以他累积到这么漂亮的客群，他们对成品的那个信仰力都很好。现在线下要去导线上很简单啊，真的是很简单啊。简单到什么程度？简单到每个书柜或者它的货架旁边直接放 QR code， 这样就是导流啦。对啊，那你看成品的流量有多大？导了一大堆这个价格不敏感的客户，很棒超棒的呢。然后成品也有做啊，什么成品生活志嘛，那这些东西数据都可以应用起来。比方说，你可以做一个香水特辑你可以做一个电脑包特辑，你可以做一个彩色笔特辑啊，随便你就去做，然后你去记录你的哪个会员喜欢什么文章，那就可以去做分类的推播。这件事情也不用成品，它也不是第一个什么天下远见商周早就在做了，就是哪些会员对哪些文章有兴趣，然后卖什么东西这样这就是贴标签的技术反正我现在认为它满手好牌啦，它累积到了很忠诚的价格不敏感客户。天哪，这对我们电商从业人员来讲，这已经是这个很好的牌来开局了所以成品好好弄，然后实体继续经营，那源源不绝的往线上导流量，线上的业绩占比不用高
哦，那你的那个整体的毛利营收就会变得很漂亮哦。这个助成品哦，旗开得胜，不然我们现在在韩国酷跑的大军压境之下，好像也都没什么办法，对啊。那成品的话，成品的这些消费者哦，对价格不敏感，他就是不会去酷跑买啊，对啊，那很好啊，有什么不好？而且我看成品推很多那种在地小农的东西，对不对？什么果干啊、酱油啊什么的，很多在地农产品哦、食品这种东西，这很好啊，这一定要支持的啊，而不是说我们台湾就是被一些舶来品海外的品牌，然后这样血洗我们台湾的新台币，然后就勾回去他们自己的母公司，就离开台湾这样。我们台湾自己的产品有台湾自己成品通路来支持，我会认为这个是非常的有商业道德的一件事情哦。所以成品的东西我会支持它，我会支持它，就这样。我是电商 Tony 陈，我想要将我会的电商营运技术，慢慢透过拍影片分享给台湾零售中小企业。提升台湾电商的实力，让台湾的好商品卖到全世界去，做出台湾的国际品牌。那品牌电商的起点就是自家购物官网。你们家需要架设品牌电商官网，我推荐 Cyberbiz 官网，仓储跨境 POS 一次搞定。很多国内的大品牌商都是使用 Cyberbiz 的电商系统。要做自家品牌电商官网，不知道从何开始？我提供给你便宜又好用的系统，资讯栏有连结，点进去填写完联系资料，我会打给你，看看你是遇到什么问题。那你也可以准备好问题来问我。Cyberbiz 让你少走弯路，多多赚钱。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我会持续分享更多电商的资讯。我是电商 Tony 陈，我们下集影片再见。